最适合人类的食物是什么？你可能很难相信，答案竟然是常被我们视为配菜的马铃薯。它的营养全面到不可思议，被营养学家誉为十全十美的食物。今天我们就来聊聊马铃薯的惊人秘密，为什么说它是最适合人类的食物？这种不起眼的快经如何默默改变世界历史，以及马铃薯发芽之后千万别做的危险举动。准备好了吗？我们马上开始揭开马铃薯的神奇面纱。首先，马铃薯到底有多营养？很多人以为马铃薯只是淀粉，吃多了会发胖，但事实恰恰相反。马铃薯的营养价值非常高，几乎可说是粮食和蔬菜的结合体。它含有大量碳水化合物，可以为人体提供主要能量，同时富含膳食纤维，有助于消化和增加饱足感。而更了不起的是，马铃薯还含有优质蛋白质和多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以及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它所含的维生素之全面，在所有主食作物中名列前茅，尤其是维生素 C 的含量远远高于稻米、小麦等谷物，甚至被称为地下的苹果。过去在缺乏新鲜蔬果的年代，一颗马铃薯就能提供丰富的维 C， 帮助人们预防坏血病。马铃薯里的钾含量也非常突出，在常见蔬菜中名列第一。高钾有助于控制血压，预防中风和心血管疾病。更棒的是，马铃薯几乎不含脂肪，脂肪含量低至只有 0.1%。 换句话说，每天吃饱马铃薯也不太用担心脂肪过剩。相反，多吃土豆，马铃薯俗称土豆，你摄取的是满满的营养和纤维，热量却相对温和，还能帮助身体代谢多余脂肪呢。许多人平常把马铃薯当作配菜中的蔬菜，比如炖菜里的一角，沙拉里的配料，但是其实更建议大家把马铃薯看作主食来对待。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马铃薯既有谷物的饱足与热量，又有蔬菜的维生素与矿物质，可谓一举两得。在过去物资贫乏的时代，有马铃薯在，就不会缺能量来源，也不容易缺维生素。难怪营养学上把马铃薯评为接近全营养的食物。有个著名的饱足感实验，把不同食物吃后的饱腹指数做了排名，结果发现水煮马铃薯的饱足感高居第一。同样热量下，马铃薯带来的满足感远远超过白面包，甚至胜过牛肉等蛋白质食物。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马铃薯非常耐饥，吃一两颗就让人有饱胀感，不容易饿，对控制体重和避免暴饮暴食非常有帮助。所以如果不是用油炸的烹调方式，单吃马铃薯其实不容易让人发胖，恰恰相反，它可以成为健康瘦身的好帮手。有人可能好奇，真的有人拿马铃薯来减肥吗？答案是有的。近年来有瘦身达人挑战马铃薯饮食，甚至真的有极端例子，有人连续数周甚至整整1年几乎只吃马铃薯，结果呢，不仅体重大幅下降，身体检查也没有出现营养不良的状况。当然，我们不鼓励一般人这样极端饮食，但这些案例从侧面证明了马铃薯营养的全面和均衡，它几乎提供了维持生命所需的所有元素。可以说，在人类可食用的作物中，马铃薯是最接近单一食物养活人类这个标准的。怪不得有人戏称，只要有马铃薯，再加上一点牛奶，你就几乎可以长期生存下去。这句话不是随便说说，的确有相当科学的道理呢。讲完营养，我们再来看看马铃薯如何改变了世界。也许你会想，一种农作物真的能对历史产生什么影响吗？答案是肯定的。马铃薯看似普通，但在历史上扮演了拯救贫民和推动人口增长的关键角色，甚至左右了帝国的兴衰。让我们把时间拉回几百年前，马铃薯原产于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脉高原地带。早在2-3千年前，南美的原住民就驯化并栽培了马铃薯。想象一下，在高达3000多公尺的安第斯山上，空气稀薄，气候寒冷，雨量稀少，白天阳光炙热，而夜晚严寒霜冻。在这种恶劣环境下，传统的谷物很难生长，但马铃薯却顽强地适应了。它把大量养分储存在地下的块茎中，躲避了地表的极端气候侵袭。安第斯的原住民发现，马铃薯不但产量稳定，还能透过简单的方法长期保存。他们把收获的马铃薯摊在地上，利用高原夜间的低温将其冻结，在其白天太阳晒干，如此反复，制成一种轻便耐藏的马铃薯干。
当地语言称这种古老的太空粮为储纽，白白干干的样子，却能储存数年而不腐坏。靠着储备大量的马铃薯干，在恶劣年份也能从容度日。据说安第斯高原强大的印加帝国能够建立马铃薯居功厥伟，因为有了马铃薯提供的充足粮食和战略储备，印加人才能在高寒地区养活大批人口，修筑横跨崇山峻岭的道路，并发展璀璨的文明。时间来到16世纪，欧洲人远航来到美洲。在1530年代，西班牙征服者皮萨罗攻灭了印加帝国。除了掠夺惊人的黄金白银财富，西班牙人还发现了印加人的神奇口粮丝马铃薯干。在高原银矿波托西，成千上万的印第安苦工每日主食就是耐饥的马铃薯干。这些被压榨出的白银财富改变了欧洲经济的同时，马铃薯这种食物也引起了殖民者的注意。最初，西班牙人将马铃薯视为新奇的作物，引种回欧洲做观赏或饲养牲畜。但命运的齿轮已经开始转动，马铃薯即将在欧洲大陆上演一场平民的逆袭。传说西班牙人在1570年前后把马铃薯正式带回本土。起初，马铃薯的名声并不好，在很多欧洲人眼中，它是来自陌生大陆的怪东西，长在地下，没有种子，开着紫色或白色小花。他们甚至怀疑马铃薯有毒或会传播麻风病，因为马铃薯属于茄科植物，和有毒的顽茄是亲戚，又没在圣经中出现过。有些地方的教会人士还认为，这不长在上帝造的人类食用的土壤上的玩意儿邪门。所以最初马铃薯在欧洲只是植物园里的新奇展品或贵族花园里的稀罕玩物。然而很快历史就让欧洲人改观了。16世纪末到17世纪，欧洲大陆战乱频仍，特别是17世纪爆发的30年战争，让中欧土地陷入了漫长的灾难。交战各国的军队四处劫掠粮食，村庄的谷仓时常被洗劫一空，连年征战导致德意志地区人口锐减，饥荒横行。在这样的乱世，有一种作物却开始展现出独特的价值，没错，就是马铃薯。因为马铃薯埋在地下，不像小麦田那样显眼，不会第一时间被士兵发现抢走。饥饿的平民往往在军队走后，跑到田里挖出土豆充饥。也因如此，在战火频繁的地区，许多农民开始偷偷栽种马铃薯，把它当作关键时刻的救命粮。史书记载，在30年战争期间，由于军队征粮，加上气候不佳，德意志各邦人口减少了将近1/3。可以想见，凡是种了马铃薯的地方，老百姓至少还有最后的活命希望。从那时起，马铃薯逐渐被欧洲人认识到它的价值。18世纪被称为马铃薯征服欧洲的时代。这期间，一些具有远见的领袖和学者纷纷出面推广马铃薯，掀起了农业上的一场革命。在普鲁士，传说腓特烈大帝在战争中目睹家乡百姓靠土豆渡过难关，下定决心要推广这种作物。1744年，他颁布命令，要求各地政府发放种薯，并教导农民种植。腓特烈大帝甚至亲自下田示范，在公开场合享用马铃薯，以消除民间对他的疑虑。据说还发生过这样的轶事，有农民不愿种土豆，腓特烈干脆派兵去他的田里强制种上，并警告说这是国王的命令。在他的推广下，普鲁士王国的乡间马铃薯种植面积大增，让许多小农在战乱和欠收中勉强存活，没有饿殍遍野。马铃薯因此赢得了一个称号，普鲁士的救星。而在法国，马铃薯的翻身则要归功于一位传奇人物——安东尼·帕门提耶。帕门提耶原本是药剂师，7年战争期间当军医的他不幸被普鲁士军队俘虏。在监禁期间，他和其他战俘几乎只能吃马铃薯充饥。本来欧洲人普遍认为马铃薯只能喂猪，没想到帕门提耶天天吃也安然无恙，反而由此发现了马铃薯饱腹耐饿、营养不错的特点。战后获释回国的帕门提耶决心向国人宣传马铃薯的好处。他向法王路易16献策，希望改变民众对马铃薯的成见。路易16也颇具兴味，不仅支持他的研究，还身体力行帮忙宣传。王室开始带头为马铃薯站台，国王在衣服上别着一朵紫色的马铃薯花展示。王后玛丽安东内特甚至把马铃薯花插在头发上当装饰，引领了一阵宫廷时尚。
帕门提耶自己则更加努力推广，他编写了有关马铃薯的论文，阐述其营养价值，并设计各种马铃薯食谱。他曾经举办豪华宴会，用马铃薯烹制出10几道美味佳肴，款待巴黎的名流和学者，让上流社会人士品尝后对土豆刮目相看。帕门提耶最有名的一个点子是中共假装看守暗地放偷的计谋。他在巴黎郊区承包了2公顷荒地种马铃薯，白天派皇家卫兵站岗把守，看起来戒备森严，引得周围农民好奇心大起。可是，一到夜晚，他就撤走守卫。附近的人们心想，哎呀，白天有士兵把守的东西，夜里没人管，肯定是宝贵作物，于是纷纷半夜跑去田里偷挖种薯回家种。就这样，帕门提耶不费一兵一卒，成功让马铃薯种子在法国民间广为传播开来。几年之内，法国北部原本贫瘠的荒地上到处都有翠绿的马铃薯田。靠着这套组合拳，法国人在18世纪后期，中共终于接受了马铃薯，甚至将它视为拯救饥荒的恩物。进入19世纪，马铃薯已经是欧洲许多地区的主要粮食之一，彻底改变了欧洲的农业版图。由于马铃薯适合轮作，可以在原本休耕的年份种植，不仅不损坏地力，还能抑制杂草，农民们乐于接受。而更关键的是，马铃薯的单位面积产量远高于传统谷物。在同样一亩土地上，马铃薯产生的热量养分是小麦或黑麦的2倍以上，这意味着土地利用效率大大提高，能养活更多的人口。举个例子，在爱尔兰，佃农租种一小块地，如果种小麦，收成仅够糊口，但改种马铃薯，加上饲养1头奶牛，一家人1年的口粮就有了保障。如果马铃薯还有盈余，拿来喂猪，再把猪卖掉，就能支付房租和购买生活用品。马铃薯几乎成了穷人唯一的依靠。因此，爱尔兰人口从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前期翻了1倍，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马铃薯的普及。事实上，不只是爱尔兰，整个欧洲在18世纪后半叶开始出现人口爆炸。学者们分析背后原因，其中马铃薯功不可没。多产又营养的马铃薯让欧洲避免了历史上反复发生的常态饥荒，婴儿有饭吃，活下来的多了，成人劳力也更充足了。人口一多，许多事情就有了可能。工厂有了充裕的劳工，军队有了源源不绝的新兵，国家力量大增。美国历史学者威廉·麦克尼尔就指出，正是马铃薯成为欧洲的主食后，18、19世纪欧洲人口大幅激增，才支撑起庞大的海军和陆军，使西方列强得以在海外扩张殖民，数以百万计的欧洲人才有本钱移民美洲等地。换言之，马铃薯改变了历史进程。如果没有马铃薯，18世纪以后的世界格局或许将大不相同。这颗小小的快镜竟然在冥冥之中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巨轮，听起来是不是很不可思议？然而，马铃薯带来富足的同时，也埋下了一颗隐患的种子。当人们过度依赖单一作物时，一旦天有不测风云，后果将不堪设想。这一点在19世纪中叶的爱尔兰得到了惨痛的验证。刚刚提到，爱尔兰人民对马铃薯的依赖极深，穷人几乎顿顿离不开土豆。不幸的是，一场灾难降临了。马铃薯晚疫病1845年，由真菌引起的马铃薯疫病肆虐开来，田里的土豆块茎一夜之间变黑腐烂。那一年，爱尔兰全国马铃薯欠收约40%，更糟糕的还在后头。1846年疫情更严重，将近90%的土豆绝收。对于几乎以马铃薯为唯一粮食的爱尔兰人而言，这无异于末日来临。短短几年间，饥饿与瘟疫夺走了超过100万人的生命，另有100多万绝望的生者举家移民他乡，逃离这片伤心地。爱尔兰从此元气大伤，人口急剧锐减，史称中共大饥荒。中共可以说，马铃薯曾让爱尔兰人口繁盛，又因一场病害而让整个民族遭劫。这是历史给人类上的一课，再好的食物也不能过度单一依赖，否则一旦遭遇病虫灾害，就会酿成毁灭性的后果。大饥荒之后，欧洲各国开始更加注重农业多样化，但马铃薯的重要地位依然无可撼动。直到今天，
马铃薯仍是全球产量仅次于稻米、小麦、玉米的第4大粮食作物，特别是在欠发达地区，土豆依旧是很多贫困人口的温饱保障，被称为穷人的救星。中国现在是全世界马铃薯产量最高的国家，甚至远超马铃薯的老家南美洲。当年被欧洲殖民者带来亚洲的这颗洋芋，早已融入各地的饮食文化中。在中国西南的贫瘠山区，老百姓种玉米可能饿肚子，但种土豆往往不会失望。同样，在非洲高原、亚洲高山，各种极端环境里，总能看到顽强生长的马铃薯田。正是这种适应性，让它真正成为世界性的作物。马铃薯甚至还走出地球，成为太空农业的希望之一。前些年科幻电影《绝地救援》里，独自在火星求生的主角告别高科技，第一件事竟是种起了土豆。这并非剧本胡编，背后有科学依据。马铃薯的水分利用效率和单位面积产量都远胜其他主食作物，在资源有限的封闭环境下，最有可能提供最大化的热量收获。另外，马铃薯在高山冷凉低光的环境也能生长，这些特性让它成为未来太空农场的首选作物之一。可以说，从地球到太空，马铃薯不仅养活了无数过去的人，未来或许还将继续养活更多新人类。想到这里，我们怎能不对这种谦逊的植物心存敬佩呢？但是，各位朋友，马铃薯虽好，可千万记住，处理不当也会中招。特别要注意的就是发芽的马铃薯。相信大家或多或少都听过一句话，马铃薯发芽了不能吃。这绝不是无的放矢的谣言，而是有科学依据的严肃提醒。马铃薯属于茄科植物，它在发芽或暴晒变绿时，会产生一种天然的毒素，叫做茄碱，也称龙葵碱。茄碱主要集中在马铃薯的芽眼、芽和皮下部分。如果土豆表皮发青发绿，或者长出了芽苗，那就表示其中的茄碱含量已经显著上升。千万不要抱着侥幸心理继续食用。有人说，我把芽挖掉，把绿的地方削掉不就好了吗？很遗憾，这往往是不够的。马铃薯发芽变绿时，肉眼可见的部分虽可去除，但有毒物质可能已经扩散到整颗马铃薯中。更糟的是，茄碱这种毒素耐高温，一般的烹煮油炸温度无法将其破坏，所以发芽或严重变绿的马铃薯无论如何都不宜入口。一旦误食了含高量茄碱的马铃薯，就可能出现食物中毒症状。最常见的是苦涩刺喉的异常口感，随后几小时内会感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严重时还会头痛眩晕、呼吸困难，甚至有生命危险。每年各地都有报道一些家庭因误食发芽马铃薯而集体中毒的事件，令人痛心。所以我们务必要提高警惕，中共长芽或皮肉发青的马铃薯坚决不要吃。中共哪怕削掉发芽部位，也不能保证安全。如果仅仅是刚冒出极小的芽点，马铃薯肉尚未变色，理论上将芽挖除干净，削后皮，多冲洗，也许可以勉强食用。但一般人很难判断安全的界限，因此最稳妥的原则就是宁可丢掉也不要冒险。毕竟一颗土豆值不了几块钱，健康更重要。那我们平常该怎样避免马铃薯发芽呢？关键是保存方法。马铃薯喜欢阴凉干燥的环境，保存时应该放在避光、通风、低温的地方。阳光直射会让土豆变绿，加速生芽，所以千万别把马铃薯放在窗边或户外太阳下暴晒。有条件的话，放在纸箱或麻布袋里遮光，置于室内凉爽处最佳。此外，不要和苹果、香蕉等水果放太近，因为水果释放的乙烯气体会催促马铃薯发芽。只要储存得当，马铃薯本身有休眠期，可以安稳地存好几周，不发芽变质，让你慢慢享用。说完了马铃薯发芽的地雷，我们再聊聊吃马铃薯的正确打开方式。马铃薯能做的料理数不胜数，水煮、清蒸、炖汤、烘烤、煎炒、油炸，各种料理方法在世界各地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土豆菜谱。然而，不同的烹调方式对马铃薯营养和健康价值的影响可大不相同哦。最不健康的马铃薯吃法，大家应该都能猜到，就是油炸。薯条和洋芋片虽然香脆可口，令人难以抗拒，但它们在高温油炸过程中，马铃薯原本丰富的维生素被大量破坏殆尽，
连带着蛋白质等营养素也损失很多。同时，高温油炸还会产生一些对人体有害的物质，再加上薯条、薯片含有极高的脂肪和盐分，热量爆表，经常大量食用，对心血管健康和身材都非常不利。所以尽管偶尔解馋可以，但千万别把薯条、洋芋片当成日常主食来吃，否则马铃薯的优点就被抵消，甚至逆转了。那么马铃薯最健康的吃法是什么呢？其实很简单，少油少盐的烹调方式都不错，比如水煮马铃薯、清蒸马铃薯或者带皮烘烤，这些方法都能很好的保留马铃薯的营养成分，而且不用额外添加过多的油脂。特别推荐带皮一起烹煮，因为马铃薯靠近皮的部分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带皮烹调可以锁住这些营养，防止水溶性的维生素流失。同时，马铃薯皮本身也含有膳食纤维，对肠道有益。煮熟的马铃薯加入少许橄榄油，撒点胡椒或香草调味，就是美味又健康的一餐。有人可能嫌白水煮土豆口感平淡，但你真的尝试几次后，会发现它天然的薯香其实非常迷人，而且吃完特别有饱足感和满足感，不容易饿，也不容易想吃零食了。难怪有减肥人士把水煮马铃薯当作每日代餐，一段时间下来腰围体重双下降，气色却不差。从古至今，马铃薯一路走来，既是营养丰富的人类恩物，也是历史上影响深远的时代推手。它在温饱线上拉了无数人一把，也在危机时刻拯救过千万生命。我们惊叹于它对人类发展的巨大作用，但也别忘了小心对待它的阴暗面，比如发芽毒素的风险。总的来说，只要我们科学地种植和食用，马铃薯绝对是大自然送给人类的宝藏礼物。试想，如果让古人来评选人类最伟大的食物，马铃薯一定榜上有名。从安第斯山巅到全球餐桌，从填饱肚子的粮食到饕客眼中的美味，从历史舞台的幕后英雄到千家万户的日常食材，马铃薯以朴实无华的姿态成就了不平凡的传奇。下次当你端起一盘土豆料理时，不妨想起这段段往事，对眼前这颗不起眼的薯块心怀一份敬意与感激。也请记住，马铃薯发芽后千万别吃，平时多用健康方法烹调。如此一来，马铃薯这位人类最适合的食物将继续陪伴我们，为我们提供营养，带来饱足，甚至在未来的岁月里继续悄悄地改变世界。